今天 AI agent 这个概念太热门了，对，所以今天变成说，只要有用到 AI 的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 AI agent， 所以我觉得要建立 AI agent 的分级的制度，随着它的自动化的不同，有不同的等级，这样大家未来讨论 AI agent 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。欢迎收看《投资聊一下》，我是吴彩妮。经过美股的财报中呢 ，Meta 在2025年第二季呢，它缴出了一份很漂亮的成绩单。那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哦 ？Meta 它透过了 AI 的演算法，它大大提升了广告的收益。现在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听到 AI 这两个字母，但是一切都是来自文字接龙。这么简单吗？那今天很高兴，我们请到台大电机系的教授李宏一老师来跟我们谈谈 AI。李教授你好，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好。2024年的2月24号，教授你上传了一支影片，叫做《生成式 AI 导论2024第0讲》哦。老师，你那时候是用葬送的福利莲来比喻说 AI 演进非常非常快速哦。现在我们每天其实已经离不开 ChatGPT 这种大语言模型。首先，我们就要请教老师哦，这种语言模型到底它是怎么运作？为什么他们可以回答我们的？好像任何问题他们都可以回答出来。今天呢，大家常用的那些人工智慧 ，ChatGPT、Gemini 或 Cloud 等等，它们都叫做语言模型。那语言模型是什么呢？语言模型简单来说，它做的事情就是文字接龙。所以这些看似非常厉害的人工智慧，其实它真正会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给它一个未完整的句子，它去猜说这个未完整的句子，如果后面要再接下一个字，接哪一个字是合理的？你跟他说人工智，他后面就接个会；你跟他说葬送的福利，他就接个连；你跟他说未来财，他就后面接一个金。对语言模型来说，它真正会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一个未完整的句子，然后呢，它有很多的字可以选，这些它可以拿来做接龙的，可以拿来选择用来做接龙的字呢，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token。那如果你去查那个英文字典它可能跟你讲说 token 的意思是代币的意思，但是在人工智慧的领域，这个 token 呢有特别的意思，代表的是语言模型在选择做文字接龙的时候，它可以拿来做接龙的符号。那这个只能够做接龙的语言模型，它是怎么回答你问题的呢？大家一定都有经验，在 ChatGPT 在 Gemini 上对它提一个问题，接下来它就长篇大论的给你一个答案。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它背后的原理是这样的：当你问一个问题，比如说台湾最高的山是哪座？问号，对语言模型来说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未完成的句子。那这个问题后面可以接哪一个字是有可能的呢？可能接玉是合理的。那它接出玉这个字以后，接下来它就再把玉这个字放到问号后面，所以现在未完成的句子变成台湾最高的山是哪座？问号玉。那这个未完成的句子后面又可以再接哪一个字呢？接山是合理的，他再把山放到玉后面，所以现在未完成的句子变成台湾最高的山是哪座？问号玉山，后面没有什么可以再接的东西了。那语言模型可以选择输出一个代表结束的符号，代表结束的 token。一旦语言模型产生这个代表结束的 token， 那回答就结束了。那语言模型产生出来的这些 token， 你问问题之后，它产生一堆 token， 直到它产生结束的符号为止，这堆 token 就是你看到的人工智慧给你的回答。我们想知道，你刚刚讲说台湾最高的山是哪座山？它为什么会接玉？它为什么不接其他的字？就是它怎么挑出来玉这个字的？这边就要更深入的讲语言模型背后运作真正的原理。一个未完成的句子后面，它其实可以接的字是不止一个的。比如说，如果给你未来这两个字，问你接下来可以接哪一个，你可能可以接财，代表未来财经；你可能可以接电，代表未来电影。有很多不同的字可以接在未来后面。那语言模型怎么知道要选哪一个字呢？它真正背后运作的原理是这样子的：语言模型会给每一个它可以拿来做接龙的 token 一个分数。这个分数代表说，这个 token 接在未完成句子后面的几率到底有多大？比如说，未来后面接财有一定的几率，未来后面接电也有一定的几率，那接其他字的几率可能就小很多。好，那有了这个几率之后，接下来呢，语言模型会针对这个几率去做掷骰子这件事情，根据掷骰子掷到的结果，
来决定最终应该输出的是哪一个字。如果它直到财就输出财，直到电就输出电。所以就为什么每次问语言模型同样的问题，比如说你问ChatGPT 人工智慧厉害还是人类厉害，它有时候会说人工智慧厉害，有时候说人类厉害，同样的问题它每次答案都不一样。那就是因为每次在产生答案的时候，每一个字产生的时候，它都要掷一次骰子，这就是为什么每次的答案都会不一样。但是回到你刚才的问题，当你问他台湾最高的山是哪座问号的时候，后面为什么不接三明治出来呢？为什么问号后面不接三呢？那是因为这个问题后面接三这个符号的几率太低了，几乎不可能在掷骰子的时候掷到这个符号。接玉的几率是高很多的，所以比较有可能掷出玉这个字，然后掷出玉这个字以后，接下来也很有可能掷出三这个字，然后就得到你要的答案。所以其实我们平常用的这些 AI 都是语言模型，都是在做文字接龙这个动作嘛。可是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会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。对，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也是几率吗？对，就是因为他在做的事情是文字接龙，所以他会胡说八道。举例来说，当我问语言模型说，请介绍台大玫瑰花节，台大没有玫瑰花节，我们只有杜鹃花节啦。想要介绍台大玫瑰花节的时候，他就会瞎掰一个台大玫瑰花节的故事。那对一般人而言，假设你不熟悉这些人工智慧背后运作的原理，你可能大吃一惊，想说，它背后的资料库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怎么会产生这一些错误的答案？但你今天知道说，这一些人工智慧背后是没有所谓资料库这个东西的，它真正背后运作的原理就是文字接龙。所以当你在使用它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想成这个人呢，他就躲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，他从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。他这辈子唯一学的事情就是他不断的看书，然后这个书里面告诉他说哪一个字后面可以接哪一个字。他读到一个句子叫人工智慧真神奇，他要学到说人后面可以接工，人工后面可以接智，人工智后面可以接会。他就只学了文字接龙这件事而已，他根本不在乎真实的世界长什么样子。所以当你问他台大玫瑰花节是什么的时候，那他就根据台大玫瑰花节这几个字，接下来开始去做文字接龙，就可以瞎掰一个台大玫瑰花节的故事。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些语言模型的原理的话，你一点都不会意外，因为它本来就应该会是这样运作的，它本来就会有这种幻觉。我们人类应该要觉得惊叹的地方是，这个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个小房间，他一辈子就只学了文字接龙，很多时候他接出来的东西居然蛮正确的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其实都是文字接龙。但我现在想要谈一谈最热门的 AI agent。那老师，我们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到底现在 AI agent 这个定义是什么？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厘清一下？那我们来讲一下什么是 AI agent。今天大家一般使用这个 AI 的习惯都是你在 ChatGPT 的页面上问他一个问题，比如说你问他什么是 AI agent，他就长篇大论的回答你，那你就觉得满意了，你得到你要的答案了。但是很多很复杂的任务，不是这种用一个步骤就可以解决的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，假设我想要订今天晚上跟太太一起出去吃饭的餐厅，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要做哪些步骤？首先得上网搜寻，找一个合适的餐厅，然后接下来看看这个餐厅的评价，我们想不想去这家餐厅？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才会做定位，而且定位以后可能那个餐厅根本没位置，那你就要选择另外一家餐厅。所以这中间是有很多的步骤，而且你所执行的流程会随着真实情况而改变。就我想订某家 A 餐厅，但它没位置了，我只好去订 B 餐厅。那能够解决这一种问题的 AI 就叫做 AI agent。所以 AI agent 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它不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来解决，而是人类给一个目标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他会做计划，他知道要用多个步骤来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如果情况有变，比如说本来想订的 A 餐厅，发现 A 餐厅没位置了，他可以灵活的调整他的计划，那就说不然 B 餐厅也不错，那我就打电话去问 B 餐厅。所以这个就是 AI agent。那当然要达到 AI agent 这个模型需要具备有各式各样的能力，比如说，他要能够做计划，
是，然后他要有一定程度的记忆的能力，他知道说啊，我打电话去 A 餐厅，他没位置了，然后等一下就不要再打给 A 餐厅了，我知道我做过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可以灵活的调整计划，他不会一开始说，我一定死都要订到 A 餐厅，然后订不到我就一直打都没有办法订到，他知道说他要灵活的调整计划，然后达成最终的目标，所以 AI agent 要全方面的这个去考验 AI 各式各样的能力。那如果你刚刚举的例子是订餐厅嘛，它是在电脑上就可以自己操作，它可以操作你的滑鼠。今天 AI 确实有这一个能力，就大家今天最常有机会可以碰触到的 AI agent，其实是这个有一个叫做 这个 Cloud 啊，有出一个功能叫做 Computer Use，然后 ChatGPT 之前也出了一个功能叫 Operator，它最近又出了一个功能叫做代理人模式，这些是大家今天比较容易碰触到的 AI agent。那今天呢，这些 AI agent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叫他订票，他可以直接去操控一个电脑的萤幕，然后真的操控这个，他会去看一个电脑的萤幕，然后真的去操控键盘跟滑鼠，就好像一个人类一样，他做的事情跟一个人类助理的事情做的是差不多的。他可以看着萤幕的画面，然后移动滑鼠在键盘上打字，最终完成你要他做的事情。那像这样子的工作，像这种像这种 operator 啊，或者是 computer use 啊，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 AI agent 的例子。然后为了要更清楚的展示这件事情，我特别准备了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例子呢，大家回去都可以自己玩玩看。我知道说今天在 ChatGPT 上，你只要选代理人模式，它当然可以直接使用键盘跟滑鼠，那你搞不清楚它到底背后是怎么运作的。但是你在一般的界面上，你可以看看这一些AI 他们是如何有机会去操控键盘跟滑鼠的。好，这边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，我直接给 ChatGPT， 我这边用的是 ChatGPT 4.1，我直接给它一个萤幕截图。接下来我下一个指令，这个指令是请帮我去订阅李弘毅老师的 YouTube 频道。现在滑鼠的位置在这个萤幕上面的第几到第几个像素，然后呢，我告诉他说，你现在可以做的动作总共有3件，你可以在键盘上敲打你要的字母，你可以移动滑鼠到某一个位置，你可以点击滑鼠的左键到右键，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动作。好，根据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啊，现在这些 AI 都是可以看图的，根据你现在看到的画面，选择接下来你要做的动作，它就列出接下来它3个要做的动作。第一步，它要移动滑鼠到坐标600到350的位置，这个600到350啊，正好就是在这个画面上面搜寻栏的位置，所以他完全知道搜寻栏的坐标在哪里。然后接下来他说他要点击滑鼠的左键，接下来他要在键盘上输入李弘毅 YouTube。这就是所有的动作嘛，你都要事先把它写入，对不对？我会告诉他你可以做哪些动作，但是怎么组合这些动作，这些动作实际上要怎么执行，是语言模型自己决定的。但是你看这个画面上啊，这一些指令它都是文字，比如说移动滑鼠括号600.350，这些都是文字。语言模型可以输出这些文字，它可以告诉你说，如果我今天要真的订阅这个频道，我可能需要先执行这3个动作，但它可以执行更多动作，我今天只让它列出前面几个而已。那但是输出这个文字并不代表你真的就能够去操控滑鼠，这还有一段距离。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需要有人类去写一个程式，那这个就是需要人工的部分，人类去写一个程式，那这个程式呢是读 AI 输出的内容，读到移动滑鼠到某个位置的时候，再真的去把滑鼠移动到这个位置。所以其实那个 operator 啊或 computer use 啊，其实就是这样做的，他只是不会把这个过程展示出来给你看而已。理解。所以他一步一步跟着这个文字，最终他就可以完成你交代他给这个任务。就是他现在输出3个指令嘛，他执行完这3个指令以后，那萤幕的画面就变了。好，再给他新的萤幕画面的截图，他就告诉你说，那接下来我要再做什么。然后萤幕画面又变了，再给他新的萤幕的截图，他又会再告诉你要做什么。这个就是AI， 这就是 AI agent 的其中一个例子 ，computer use 的原理。理解。那我其实还有听过一种称呼叫做 agentic workflow， 那这跟 AI agent 它到底明显的差异是什么？因为对我来讲，好像都是一步一步它会完成动作。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解释一下？好啊，就是
我刚才说 AI agent 啊，就是要考验 AI 的能力。那今天呢，如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我们当然可以直接放任 AI 去直接自己做计划，然后做完计划以后，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执行，让他自己修改计划。但毕竟今天 AI 的能力很多时候还是有限的，所以有人就会想说，也许我们并不需要让 AI agent 那么自动化，我们在里面加一些人为的控制。我们先告诉 AI 说，假设你要解这个问题，假设有人问你一个问题，好，接下来呢，你可能要用以下步骤来回答。第一步，先判断这个问题需不需要使用搜寻引擎来回答。如果需要，那就进入下一步。使用搜寻引擎在网络上找资料，然后根据搜寻到的结果继续去做文字接龙。那可能搜寻到之后，那你还告诉 AI agent 说，你还在执行下一个步骤，去看说现在搜寻到结果以后，你回答出来的那个答案，然后再继续去做文字接龙，对不对？等等，就你告诉 AI 说每一步要怎么解，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，人先定好工作的流程，这个叫做 agentic 的 workflow。OK， 就等于是说它的自主能力是没有这么高的。对。那我这边我想要强调一个概念，今天很多地方都在讲 AI agent， 对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建立一个 AI agent 分级的观念，就好像说自驾车不是也说自驾车有不同的等级吗？对，随着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有不同的等级。我觉得日后我们在讨论 AI agent 的时候，也应该为 AI agent 分级。比如说最自动化的，它要能够自己做计划，人类只做目标，接下来下完目标以后，什么事都不要做，直接等 AI agent 帮你完成，这可能是最自动化的。那但是你有可能自动化的程度少一点，就是我定出 agentic 的 workflow。我定出说，今天如果 AI 要解这个问题，有什么步骤？我告诉 AI 说，你就按照我帮你定好的这些步骤走，你不要自己发明新的步骤，你就按照人定好的步骤走，可能也可以解决多数的问题。它只自动化没有这么高，那这个是自动化等级低一点的 AI agent。但是因为今天 AI agent 这个概念太热门了，对，所以今天变成说，只要有用到 AI 的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 AI agent。那大家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会变成很难讨论，就什么东西都是 AI agent， 所以我觉得要建立 AI agent 的分级的制度，随着它的自动化的不同，有不同的等级，这样大家未来讨论 AI agent 的时候会更容易一点。老师心目中有一个分级制度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会觉得这个分级的制度啊，它不一定是由低到高，而是这个 AI agent 它有哪些能力，比如说做计划是一个能力，有记忆是一个能力。记忆的长短又是另外一个能力，像今天 ChatGPT 啊，它是有一定程度的记忆的。多数的时候，如果你关掉现在的对话，开启新的对话，它不记得之前的对话。但是过去的对话，它其实有一部分它也会记在一个地方，你可以打开它的后台，会看到它的记忆，用文字一条一条的记下来。你在做文字接龙的时候，那些它已经有的记忆。比如说他自己叫什么名字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，你做什么工作啊，会变成文字接龙的一部分，所以他会知道你喜欢被称呼什么，或他自己叫什么名字等等，他会用透过记忆的方式知道这些事情。所以有记忆的能力，到底有多少记忆的能力？然后还有他有多少的弹性？如果今天外界环境变了，他有多少的能力随着外界环境的改变去改变他的决策？然后还有他怎么接触到这个世界？今天这些 agent 接触世界方法是不同的。我们最常沟通的方式是透过文字输入跟文字输出。对。那可是他今天也可以看图片啊，他今天也可以听声音啊，他今天也可以听影像啊。那输出的时候，他也可以输出声音啊，他可以输出影像啊，他也可以输出图片啊。那这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又是不同的能力。所以 AI agent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能力，在我们讨论 AI agent 的时候，应该定义好它拥有哪些能力。是，好，非常感谢谢谢李宏英教授今天来上我们节目，讲到非常多有关 AI 还有语言模型的相关话题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 AI， 那也要请您锁定未来财经投资聊一下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会。